我这段时间看病的次数还是蛮频繁的，去诊所的次数还是蛮频繁的。那说到这一点，我就觉得真的这里看诊所，台湾的这个医疗制度，就是医疗分级制度，对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来说非常方便。如果我设想啊，这个情况如果在上海的话，我根本不可能，就可能台湾每一个社区啊，每一个居住的地方附近都有非常多的诊所，所以台湾的医疗真的是非常发达。就是这一点也是真的是在台湾才可以想象得到，可以带着小孩去看诊所。所以这样一些设在居民社区附近的这样一些诊所，真的非常方便。跟上海相比，我真的上海这些病，我可能就自己在家里自生自灭了。Hello， 大家好，我是爱喝奶茶的奶爸狗狗，来自上海。今天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去看病去诊所的一些经历。就是呢，我上次有跟大家说过，今年也就是还没有过农历新年，现在还是兔年的尾巴。我上次记错了，以为是虎年的尾巴，真的脑子也坏掉，脑子也生病。不是吧？主要是眼睛里面还红红的，有一点发炎，就是真的是虎年，现在还是虎年的年底，还没有过春节就还是虎年。虎年感觉犯太岁，年尾的时候一直在生病，这个老虎尾巴抽了我一鞭子。还是兔年的尾巴，我觉得命犯太岁啊，其实应该说是被妹妹气出来的。就是我老婆刚去上班，然后白天都是我在家带妹妹，但是这个小姑娘就非常的作，我们上海人就叫非常的作，老走了。稍微不跟他有互动啊，怎么样，他就会大哭，而且是那种停不下来的哭。那我老婆在哪，我们两个人轮流哄他，还稍微好一点。我老婆去上班，我就有一些不适应。刚开始的时候很不适应，然后他就很会哭，连续哭，哭的我真的是肝火都旺起来。然后那一个礼拜啊，就是我老婆刚去上班一个礼拜，我额头上发满了痘痘，就是肝有被伤到，真的是肝有被物理上的损伤到，我觉得。然后呢，就开始壮也是去学校不久，然后就开始经常会感冒啊什么传啊，你不要吃了啊。然后壮也是刚去学校不久，就是经常会传染感冒病毒回来。然后就是我们家4个人都有感冒，但是我好的非常慢，他们3个都已经好了。我从咽喉咙这里开始不舒服，然后咳嗽带血啊，然后就一直大概持续了有大半个月的时间，而后就到了那个耳朵这里不舒服了。妹妹不要动啊，妹妹不要动。而后就到了耳朵这里不舒服，就是那个鼻咽喉管，就是耳朵咽喉管是这样的，耳朵的耳道是这样子的，然后有一个连接处，反正就是那个一侧的连接处有堵住，然后整只耳朵就听力变得非常非常差，闷闷的，就跟坐飞机那样，感觉很像。然后我这样捏着鼻子吹气也通不了，完全通不了，非常难受。然后你又知道带小孩在外面玩真的是需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就是尤其带2只的情况下，我真的要看着这只，然后听着那只动静，一旦有什么不对马上要去看。然后这个耳朵就非常影响跟小孩的互动，然后壮说话本身也比较小声，然后我经常会听不清楚他说什么。啊？水红桃。玩什么？水红桃。水葡萄。彩虹桃。彩虹桃。啊？选红糖。选红糖啊？选红糖？选红糖是什么东西？不是啊。选红糖。选红糖。啊，不是。他说什么？然后他走在我这边，我真的是一点都听不到，然后一定要侧过来再听，真的是像耳背老父亲一样，年纪大了一样。再然后呢，耳朵反正持续了大概有1个月的时间才好转，然后开始眼睛又开始发炎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真的很衰，就是兔年的年底这段时间真的很衰。先是耳朵从还没到龙年，差点已经变聋了，然后又到眼睛就是我开了两副隐形眼镜，我是戴隐形眼镜，本身有近视的，连续开2副隐形眼镜都有问题，就是隐形眼镜这东西其实蛮难说的，有时候新开的一戴上去就不舒服，那就要换一副。我没想到连续2副会不舒服，我以为我眼睛是怎么了，结果是眼睛真的是怎么了，就是不是隐形眼镜问题，然后就开始先是右眼开始非常痛，去看了之后
好了，然后开始左眼开始充血，然后变红眼睛。妹妹不要动，妹妹不要动，不要动。左眼开始变红眼睛，然后也是真的就很严重，整个眼睛都很不舒服。就各种各样的病，真的五官上面感觉都生了一次病。好在现在天气开始渐渐回暖，然后身体也慢慢在康复，包括现在也开始打算每周开始运动一下，打一场篮球，跑一跑，出汗这样子。那我这段时间看病的次数还是蛮频繁的，去诊所的次数还是蛮频繁的。那说到这一点，我就觉得真的这里看诊所，台湾的这个医疗制度就是医疗分级制度，小病去小诊所看，大病或者是需要比较复杂的器材的那种，那去大的医院去看，真的对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来说非常方便。如果我设想这个情况如果在上海的话，我根本不可能，就是我去了几次呢，我去看喉咙咽喉感冒去看了一次，然后开了一点药，然后耳朵去看了3次，我耳朵去看了3次，因为耳朵真的困扰很大。然后我第一次去呢，那个医生就跟我说他帮我看过那个耳膜什么都没有问题，然后只是那个管道有问题，连接处有问题，是因为喉咙发炎引起的，不用担心，然后开了点药给我。但是呢，吃了药之后过了大概1个多礼拜还没有好，然后也是越发严重了，就是有时候晚上我还会稍微通一下的，然后那个1个礼拜之后越发严重了，然后我又再去一次，他还是帮我检查一下说耳膜没问题，他说这个情况你不用太担心，其实很正常的。他说有的人鼻子过敏的话，整个冬季他的耳朵都会堵起来的。但是我说我之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情况，他说就只能慢慢靠自己恢复。然后呢，又开了一点药给我，然后我就吃了药，大概过了半个月，我想要靠自身恢复了，可能过了半个月还没有恢复，应该是我自己的体质啊什么的，就是带孩子被累到了，就是没有好好休息的关系，所以恢复的很慢。那我就觉得我当时是心里觉得这个医生这个诊所怎么前后去看了将近1个月都没有好转，那然后我就换了一个诊所。我们家这里附近真的很方便，先是有一个联合小型的综合性医院，然后有耳鼻喉科，然后有眼科，然后有骨科，然后皮肤科、身心科。我们家附近好多诊所，真的很方便，生活很方便。就可能台湾每一个社区啊，每一个居住的地方附近都有非常多的诊所，所以台湾的医疗真的是非常发达。我第三次看这个耳朵呢，就到了另外一家耳鼻喉科，因为我想前一家看的没有太明显的效果，我就转到另外一家再去检查一下。当时是什么情况呢？上午这只妹妹会睡觉，然后睡醒起来大概差不多11点半，那个诊所到12点关门，我就直接带着她一起去。我2次看诊都是这样背着她一起去的，就是这一点也是真的是在台湾才可以想象得到，可以带着小孩去看诊所。正因为诊所很方便，你就背着他随便去检查一下就好了。但上海这种情况我不敢想，背着一个小孩，然后去医院挂号啊，什么这个检查在1楼，那个检查在2楼，然后检查完再去医生那里，再医生给你一张开药单，开药单又在1楼，然后再怎么样，反正就是带着小孩东奔西跑不算，还要等候非常多的时间，就是你在这里做检查要排队，在那里做检查要排队，然后取药又要排队，就是非常复杂的一个流程。那在上海怎么可能带着一个小孩，闹死自己了？本来我就生病，然后还要带着他在医院里边晃，真的闹死自己，病更严重了。所以我这个真的一个人在家带孩子去看医生，真的不敢想象的。在上海的话，那在台湾我真的就直接背着他。虽然我从来没看到诊所里有人这样背着小孩去，但我实在没办法，就是背着他去。因为那天我就他11点半醒来，然后我就在12点前赶过去，一个人都没有。我到了就直接挂号，直接拿健保卡给他挂号，然后就背着他坐在前面，反正检查耳朵嘛，医生在侧面看，他就背在前面也不影响。那就这样检查，他说那个第2家诊所说有一点点轻微的中耳炎，但是他说这个也只能靠自身恢复，否则的话就要去大医院去抽水，把耳朵那个堵住的地方什么有积水啊抽出来，反正脑子进水了嘛。但是他说抽完1次之后可能需要连续抽几次，也是很麻烦的。他说还是靠自身慢慢恢复吧。那我想2家诊所说出来的结论都是一样，都是要靠自身慢慢恢复。那我也就放心了，也就安心了啦，就是心里没什么负担，就只能等他自己慢慢恢复。好在第2家医院就是看完之后就是过了没多久，我这个耳朵就彻底好了啊，非常舒畅，整个耳朵能听清楚的感觉非常舒畅。那然后去看眼科呢，也是看眼科，我是下午去挂号，但是下午挂完号我就要去接壮壮了，然后他
过号之后是重新等3个，但是你如果去现场挂号的话，那大概要等10几个。那家医院人很多，总之我那天去人很多，那就是我等于先挂好号去接壮壮之后再回去，他就算我过号3个，重新等3个就可以了，也是非常节约时间。因为我真的没办法要顾小孩，就是不能离开家太久，对，包括上一次跟老白碰头也是带着一只，也没办法在外面畅谈许久。哎，带小孩真的好烦。对，然后就是看眼科就是这样子，也是效率非常高，而且就是因为本身不是需要用到太精密、太复杂的仪器来检查的，就是一些比较常规的病，所以这些小诊所完全可以 cover 掉你这个去大医院排队啊，做检查，这个检查那个检查的这一些复杂的流程，所以这样一些设在居民社区附近的这样一些诊所真的非常方便。跟上海相比，我真的上海这些病我可能就自己在家里自生自灭了，带着小孩的情况啊，当然如果一个人的话还是能去医院花1天时间排队把这些病看完的，但是很累，这上海看病真的是很累。然后甚至我妈妈也说我这个病应该是年轻气盛的，说我年轻气盛被气出来的，那个伤到肝了，肝火太旺了，就是因为这个妹妹啊，带小孩真的带的一方面又被气到，一方面又没时间好好休息，真的很辛苦，就熬一熬，慢慢熬一熬。然后另外呢，我这个耳朵的情况也跟一个朋友在聊，然后他是加拿大的，他跟我说他也有这个中耳炎的情况，他好像比我严重，他之前是戴耳机啊什么的，然后就影响到了耳朵。然后他说他们那边看医生非常不方便，就是首先要预约，好像要提前很久预约，另外一方面就是贵嘛，他可能我也不知道，那边应该是保险制度，但是他说很贵，反正很不方便。那我能联想到在上海已经很不方便了，那在他那边他又是一个移民的身份，可能有一些更是不是很了解的情况下会更不方便。然后我在台湾我健保卡这段时间真的用的额度还蛮多的，每一次挂号都是200块嘛，虽然每个月有在缴，但是这一次感觉用了很多自己缴的那些费用，额外的还有别人缴的那个健保池里边的费用，就是对，真的是非常方便，让我这个耳朵，让我整个人身心都觉得非常轻松。但是这里呢有一个让我比较困惑的地方，就是我这个牙齿，大家有知道，我大概差不多1年之前有说过我去拔牙，然后拔牙那个智齿把旁边那颗牙也顶坏掉，那颗牙需要做根管治疗，就是对，也就是抽神经啦。但是这个过程他一开始跟我说大概半年到大半年的时间，要经历几次去抽神经，然后再做植牙的这样一个动作。这个流程他跟我说大半年，但是到现在已经1年了，并且还没有好。他只是我上周去看，他只是说刚刚把我的神经抽完，然后之后要开始帮我钻洞钉螺丝，然后去做那个假牙了。大概还要3、4次的时间。然后他这个牙科诊所真的预约非常麻烦，预约一次可能就要2个月，如果3、4次的话，算起来大概又要半年的时间，就整个一个根管治疗做了差不多要1年半的时间这样子。我觉得有些夸张，我也不好说吧，就是每次去，然后他帮我做个有时候半小时，有时候40分钟，就在那里刮神经吧，反正我闭着牙，我闭着眼，我也看不见他在干嘛，应该是刮神经了。那我就有点困惑啊，就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能一次看诊的时间延长一下，就是比如说半个小时，他帮我延长到1个小时，都神经可以多刮一点，多治疗一些，那可以缩短我去的次数这样子。所以他这样一种操作让我有一些怀疑，他是不是每个月对于一个健保的额度啊，还是审批什么的是有要求的，所以把我的次数分到这么多，我不知道，也可能这个本身这个刮神经的流程这个次数就要很多的，所以如果有做过根管治疗的观众可以帮我解惑一下，谢谢。好了，这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我最近这段时间看诊的过程。虽然是跟事实都相符，都是我自身真实的经历，但是呢，大家如果有看我上一支影片的话，大家看到我这一期的标题就会发现，我其实这一期也是有一些在延续上一期的这个调查研究的性质，有在延续这个调查研究。我想看看这一期到底会不会流量有什么变化。我希望这一期，因为真的是这样子坐在这里空口而言，泛泛而谈，没有做什么功课，只是把自己的经历分享出来，虽然很真实，但是对
我那些花了心思来构思逻辑递进，还有加入一些有趣的环节，以及整体文字比较严谨、比较严密的创作内容来说，这一期真的很轻松。所以我希望它这一期的流量让我看看并不会太高，否则的话我觉得好难说，就是会有一丝失落啊。好，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大家再会。你要说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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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这里说，看着这里，拜拜，拜拜。